有缘人，若您刷到这条影片时，请勿错过，此乃天意之赐，您的财运将如约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请满怀信心，亲自迎接这份富贵。订阅点赞，给这份福泽一个回应，让财富与健康更加稳固长久。有福之人评论一句接财接好运，为家人和孩子接下这份好运，愿你阖家欢乐，事业顺利，疾病与霉运永远远离你们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当你财路不顺的时候，少去这3个地方。当你发现手里的钱越花越快，正财进账不见起色，偏财也难逢好运，就该留意一下自己的行为轨迹了。有时候并非你手中没钱，而是有些兄弟在无形之中吞噬你的财气，让你越陷越深。本期视频我们就用简单易懂的逻辑思维，再结合命理中的正财、偏财概念，来聊聊当你的财路不顺时，少去这3类地方，才能让你迅速堵住漏财口。第一类要尽量避开的地方，是那些让人一掷千金的高端商场和奢侈品店。属相在贤惠的人，只要一踏进奢侈品牌的旗舰店，眼睛就会被金碧辉煌吸引，心底那股买的冲动顿时爆棚。从命理角度看，高端商场聚集的是烈火之地，而属鸡、属马、属鼠等偏喜水金之局的人尤其要当心，火旺之地容易克制你本命五行中的财源。正财运本就不稳，若在这种场所频繁消费，一方面让钱包干瘪得更快，另一方面也不断削弱你在工作和正经投资中的理性思考，让你越来越难把握住真正的赚钱机会。偏财运向来靠巧合和机遇，但在奢侈品店这种高消费场所胡乱下注，只能让偏财变成被动破财，让机会与金钱一同从指缝中溜走。尤其是在季度末、节假日促销期，购物中心的打折活动往往让人难以自拔，一不留神就会把原本打算留作投资的资金全部用光，最后发现连正财都难以维系。第二类该避开的地方，是那种打着致富课堂、高效理财旗号的各种培训会和沙龙。在你想要提升自己、扩展人脉的心态驱动下，很多人会被这些培训会的热闹氛围和名人讲师所吸引，是要在短时间内掌握别人都嫉妒的财技。殊不知，真正能够稳健盈利的道路往往不是一夜暴富的速成秘籍。当下半年金木水火土的运势不平衡，尤其在申酉戌亥这些金水为主的流月里，如果再去参加那种以高收益、零风险为卖点的培训，会让你的理性判断被集体心理裹挟，最终将大笔学费或保证金投入到根本没有盈利模式的项目里。命理学中讲偏财要稳，学东西要看根基，那种听一听就能发财的小班课、大讲座，只能算偏财陷阱，根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很多人报名后发现效果甚微，甚至连退课都要加收高额手续费，最终血本无归。偏财运本来就要靠积累和实操练习，而不是光听不停。第3类千万要提防的是各类线下投融资路演或者交易所附近的咖啡馆。在你怀揣着一丝侥幸心理，想听听幕后大佬对下半年行情的独家解读时，那些高大上的路演会场往往人头攒动，气氛火爆，但命理中多次出现金克木、水压土的格局，实质上也是一种能量过载，反是木土之象。换句话说，当你把精力、钱财都投向那些所谓的下一个风口时，很可能只是在给平台收割韭菜提供了入口。更有甚者，交易所附近的咖啡馆或社交场所，看似高端、玄妙，实际上信息真假交杂，很多内幕消息都是竞争对手故意放出的试探或误导。一旦跟风入局，不仅偏财难得，就连正财也可能因投资时间占用过多而被打乱。真正的高手都不会在大众场合公开内幕，
他们更可能静默不语，而不会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所以，属牛、属虎、属兔等本命土金相旺的人，一定要回避这种线下投机社交，把金钱和精力投入到更靠谱、更透明的渠道里。说到这里，大家不妨回顾一下自己的投资行为，是不是有过踩雷的经历？正是拜访了上面这3类地方的场景。命理学常说气场决定运势，财路不顺时，关键在于避开气煞集聚之地，把自己保留在财气流通之中。当你对正财、偏财的渠道进行科学分类，把最重要的核心资金留在稳健收益里，把少量资金用于适度测试，再结合风水小细节，例如佩戴金属手链或在家中西北方放置铜钱盘，都能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你的财气，守住钱袋子。无论是命理五行，还是正财偏财的区分，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想要稳定赚到钱，必须把握住节奏，避开那些看似机会实则陷阱的场所和时机。你一定要明白，真正的财富不是一时的冲动和盲目跟风，而是长期的稳健积累和风险管理。不要被一时的热闹或所谓的致富秘籍所诱惑，它是做好自身的职业和主业，才能为财富打下坚实的基础。等到形势真正明朗，五行之气重新平衡，你再去寻找新的机遇，才会发现财路宽广而顺畅。最后再强调一遍，当你发现正财迟迟不进，偏财机会难寻时，先回头检视自己最近是否去过上述那3类地方。若答案是肯定，就把那些碎金流沙的冲动扼杀在摇篮里，把钱袋子重新收紧，给自己一个缓冲和反思的空间。等到下半年过半，流月进入相对平和的阶段，再去做那些真正经过验证的理财项目，那时你才能稳稳握住财富的脉搏，而不是在破财高危日里头破血流。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在2025年下半年守住钞票，安稳赚钱，财路宽广，福寿双全。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分享加订阅频道。在接下来的视频将继续揭示几千年生肖文化密码背后所孕育的哪些命运和神秘信息。愿您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稳健而有力，确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坚实可靠。